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田曦薇从甜妹到实力派的路上，到底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？最近总刷到有人说，田曦薇最厉害的时尚单品是事业。乍一听像句玩笑话，但点进去看了几张剧透图，还真有点道理。照片里她拿着台词本，裹着厚外套站在片场边上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整个人埋在那股投入劲儿里。说实话，比起那种硬熬出来的红毯高定，这种工作状态反而更抓人。他身上最亮眼的东西，确实不是身上挂着的珠宝，是手里那本翻旧了的剧本。说起来，田曦薇刚出来那会儿，大家对她印象就停在甜妹俩字上，大眼睛，梨窝，笑起来很甜，看着像从校园剧里直接走出来的。那会儿不少人觉得她路子窄，可能演来演去就是这类角色，但她自己好像没被这俩字框住，后面接的戏一部跟一部不一样。青青日常里她是李薇，温吞吞的，但也有自己的小劲儿。田耕记的连曼又是另一种调调。到了竹玉，她直接演了个杀猪女叫樊长玉，反差大的让人愣一下。听说她为了那部戏提前好几个月就开始做力量训练，打戏基本都是自己上。你说她图什么？图的不就是让人记住角色，而不是记住田曦薇又演了个可爱的姑娘吗？后来有人算了算，她是爱奇艺那边唯一一个有3部破万剧的95后女演员。这个成绩单放在那儿，比什么空口吹演技都有用。大家对她的评价也从那个甜妹慢慢变成了她演的戏可以看一看。这种口碑不是凭空掉下来的，就是一部一部戏堆出来的。有意思的是，事业稳了之后，时尚这块自己就找上门了。以前可能觉得时尚资源的靠团队推，靠关系拿，但到她这儿，路子好像反过来了。因为剧火了，角色立住了，杂志愿意找她拍，品牌愿意跟她合作。Gucci、Fila Fusion 这些牌子也跟她有了交集。她穿高定礼服也好，戴顶奢珠宝也好，大家看着不觉得违和，因为她身上有角色攒下来的底气。前阵子她在亚洲内容大奖上领奖，中英韩3语来回切换着说感言，底下坐着一圈国际面孔，她站那儿一点不怵，那种自在不是装出来的，是手里有东西，心里有底才撑得起来的气场。说到这儿就明白了，大家说她的时尚单品是事业，其实想说的是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，不靠硬熬人设，也不靠堆资源，就是安安稳稳把戏演好，把角色吃透。这些戏和角色最后又反哺到她身上，让她穿什么都多一层味道，站哪儿都亮眼。翻回来想，这事其实挺朴素的。对一个演员来说，最有用的装饰品从来不是那条裙子或者那块表，是她实打实干出来的成绩。田曦薇手里那沓台词本，比什么高定都晃眼。